你朝朝暮暮，再也不分开。护送三郡百姓归来的世子夫人，居然是君大夫。想想也不奇怪，君大夫是不会看着百姓受苦的，否则又怎么能够做出种豆这种济世救民的好事呢？济世救民，不见得吧？人都是有私心的，即便他有别的想法，但是他做的事让大家受益了，那便是好事。君大夫和世子爷确实登对，甚好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说辞而已。可是不管是真是假，他现在已经是世子夫人的身份了。看来，公主还真是不了解我呀。真真假假，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陆云起，你就这样任凭自己活在幻境里，有意义吗？那公主，你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的一生已然如此了，能看到身边的人快乐，便是我活着的意义。那我不是，我活下去的意义，就是掌控一切我觉得美好的事儿。大人，北边传来消息，郡下姐在百忙城，要让那边的兄弟们动手吗？不必了，他做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回来吗？陛下要召您回京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父亲回去禀报也是应该的。若只是禀报，那为何要让清河伯代替兵马大元帅呢？既是圣命，那就照办吧。父亲，您不能回去，有兵才有权，无兵无权，不就等于老虎没了牙齿吗？可是不回去又能怎么样啊？一定是那黄成干的好事。说不定，这并不是坏消息。什么意思？陛下得知成国公死里逃生的消息之后，当朝欢喜落泪，说成国公英勇，朝廷有您这员大将，是朝廷之福，百姓之幸，定要好好嘉奖。如此看来，陛下定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脸，反而证明成国公暂时安全。这么多年了，陛下还是如此，还是如此，还跟天下人撒谎，谁知道背后……赞儿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想回去看看，看看陛下，看看京城。也罢，躲是躲不掉了。那既然回京之事我们躲不掉，就好好来筹谋一下。成国公在北地多年，心胸坦荡，可那皇城在京城埋伏许久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所以，成国公，如果我和世子爷先行回京安排，您和夫人率军其后，您看如何？这个方法可行。皇城耍阴招，我们提前知晓，也好见招拆招，总好过被动挨打。另外，还有一事，九灵私自做主，还望成国公和夫人见谅。什么事？各地得胜昌来报，
说三郡百姓仍有很多流离失所，所以九灵私下安排三郡百姓同成国公一起进京。我想，应该让朝廷看看，让京城的百姓看看，同样是天佑子民，为何他们要受颠沛流离之苦？北地将士不顾生死，救下的就是这些百姓。没有三郡土地，何来百姓？没有百姓，又何来天佑？说得好。那就有劳郡小姐了。母亲，赞儿，来坐。好。我们家儿子真是长大了。那，您叫我过来，该不会只为了夸我吧？我是想说呀，你跟君小姐在京城那些事儿啊，我略有耳闻。母亲，耳听不一定为实。哎，这些事情吧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。我是想呢，这一次咱们进京，我怕你心里有什么遗憾。我知道这么多年，你心里一直藏着那件事。但是你跟九灵公主，你们两个并没有婚约。如今你们两个又是天人两隔，真的是造化弄人。你对他这番情谊，他若在天有灵，他一定会欣慰的。但是情谊不能成为枷锁，这日子总要往前看呀。母亲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对君小姐这番心思呢，我看得出。君小姐智勇双全，我都敬佩不已呢。赞儿，遇见了就是缘分，要懂得珍惜眼前人。母亲，儿还有一事。世子夫人一事呢，阴差阳错，已经闹到人尽皆知了。牵扯到她的清誉啊。母亲，儿也想做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，所以儿想在天下人的面前澄清这个误会，还她清誉。